你是否曾经有听过这些说法？如果你吃淀粉，就会阻塞能量，降低你的意识，封锁维度；如果喝咖啡，就会切断你的灵魂通道；吃肉会增加你的业力负荷。另外还有，你要尽可能的戒掉所有低频的食物，才有可能灵性提升。如果你正因为这些教导感到焦虑、怀疑，甚至每一口食物都小心翼翼，生怕吃错了就会错评，就会降低你的意识，那么我想要邀请你和我一起进入今天的频率重新校准。嗨，大家好，我是朵娜。身为一位营养师，在过去饮食均衡对我来说是一种常识，但是当我走在灵性成长的旅程中，一切开始出现了问号。在灵性圈里面，我常常会听到有人说，不要吃肉，不要吃白饭，不要喝咖啡，不要碰任何低频的食物。我曾经因为这样陷入了极大的迷惘当中，选择食物变得很困难，又压力重重。当我每吃下一口白饭，或是喝一杯咖啡，心里总是会有个声音在问自己，我这样吃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换一个视角，我们不只谈食物，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容器，是物质界中承载频率的载体之一。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逻辑，也能够延伸到所有你所接触的物质层面，包含像是你的衣物、空间、科技用品，甚至人际互动的能量流。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振动容器。本频道是为了爱、真实与创造而存在的空间。我的灵魂任务是作为一个纯净的管道，传递来自源头的频率。这里的每一支影片还有标题，都是我顺流灵感而生的创造，并非为了讨好集体意识，也不受流量或是收益的驱动。我存在于此，不为教导，而是为了与你们共振。愿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灵魂，都能透过我的声音，唤醒内在的主权，不投射，不依赖，拿回自己的力量，并以慈悲的视角看向这个世界。如果你与这一股频率共振，邀请你与我一起展开接下来的旅程。若你现阶段感到无法对平，那也请明白，每一个灵魂的进化路径皆不相同。请记得，不评判，不控制，自在的转换频道，这一份对自己与他人的尊重，正是你在示范何谓正面即兴，服务他人。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在源头本质，或者我们可以称作是绝对层当中，一切的振动皆为中性的容器，也就是物质本身的频率都是中性的。无论是烟、糖果、水晶还是光雨，皆是振动的存在，本身没有对，没有错，也没有标签。但是在实相运作的相对层当中，这些容器却可以依照能量的密度、光讯量、加工程度等等，有不同的频率排序。我知道你现在可能会觉得我在说矛盾的话，一下说这些容器都是中性的，一下又说有频率的高低。其实这两个层次都是真理，只是来自不同维度的观点。中性的意思并不是指说没有高低频率的差异，而是指不带评价、不含对错、没有即兴的存在状态。而高低的频率描述指的是振动密度的实际波形特征，可以被感知，可以被测量。所以换句话说，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存有还有事件，确实都具有一个可以被测量的振动频率。然而，这些频率本身是不带好或是坏、对或是错的判断。因为真正产生即兴，也就是好坏、对错、高低这种二元性的反应，
其实是意识对于该频率的投射与反应。因为很重要，所以我再说一次，真正产生即兴的是意识对于该频率的投射与反应。而这就是我们来地球的灵魂功课之一，如何在辨别中仍然保有慈悲，在选择当中仍然维持我们的主权。真正的创造者是一种能够看清，但是又不批判的存在。现在让我们回到食物的本身。如果你听到这里，还在等我告诉你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那么我想要先邀请你深深的反思一件事情：你是否正在把力量交出去呢？你是否忘了，真正影响你的是你的灵魂主权与意图呢？其实不是食物在阻挡你提升，而是你在选择的时候遗忘了，你其实才是震动的发出者。事实上，我们吃进的食物对我们的肉身载体或者是能量体造成的影响，的确，它本身的频率波形是会影响我们的。但是同时，你带着什么样的意图去食用它，你投射了什么在吃进的食物上面。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很喜欢喝珍珠奶茶，从振动的频率上来说，它是属于低频的密集波形，含有大量的糖分还有淀粉，在能量场当中很容易造成粘滞与瞬间的快感波动，容易造成情绪的波动，还有能量场的浊化。如果我是无意识的喝下它，只是为了填补我内在的空虚，抓取快乐感，逃避我的疲惫感的时候，我其实是对这一杯珍珠奶茶投射了匮乏、依附，还有转移注意的震动。那么喝完的结果就是，我的罪恶感会上升，我的意识会下沉，我的能量场会变得浑浊。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今天我是有意识的与它互动，我会对着珍珠奶茶说：谢谢你在我今天忙碌之后，成为我与自己放松的一个桥梁。我允许你在我的体内成为支持，而不是遮蔽。我愿意释放一切依附与罪恶，单纯的享受这一份甘甜与流动。那么这一杯珍珠奶茶的频率就不会再是单纯的低频粘滞，而是成为我与身体对话的桥梁，因为它被我转频了，我的语频意图改变了这一切。因此频率的提升从来就不是从外部减去什么开始的，而是从你的内在转化与觉察开始。封闭式的戒断并不是一种进化，它只是一种短暂的控制。真正的高频的存在是在选择当中带有主权，而不是在规则当中产生压抑。能够辨识一个事物的频率高低，但是不将这些事物打为邪恶或者是低劣的对象，也不陷入只追求高频的精神逃避。这一种状态我们称为中性辨识的主权频率。所以呢，在这里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公式，这个语频显化法则说明了容器最终作用在我们身上的振动频率，也就是物质容器的原始振动与你的意识意图，还有你的肉身容器状态，这三者会去成为最终的振动作用。那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物质容器的原始振动。你们只要记得，越加工越精致，密度越高，越容易成瘾的，通常原始振动都比较低，而含有光的讯息能量越高，结构流动性越强的原始振动频率就会越高。而你的意识意图指的就是灵魂对频当下的语频投射，
也就是你带着什么样的心念、语言、目的来与这个容器做互动呢？其实这个是整个公式的最关键的核心，因为这个意图它不仅仅是你嘴巴上说的，而是你为什么会选择它呢？你投射了什么情绪、意义或者是期待呢？你在与食物的互动当中有没有主权呢？如果你抱持着是一种我很怕这个食物会伤害我，但是我又很想要吃它，那么这就是发散、恐惧还有错评。如果你抱持着是我选择它来支持我当下的身体与频率，那么这样就是聚焦、清晰而且稳平。要记得，你的意识意图会直接的转频，或者是放大容器原本有的振动波形。那第三个呢，是所谓的你的容器的状态，这里指的就是你的身体、情绪还有能量场当下的接收状态。也就是说，你自己这个肉身载体的稳定度与振动承载能力如何。那容器的状态其实包含的就是我们在三维世界里面常常会被提到的，比如像是肠道的健康、内分泌的节奏，还有睡眠品质。当然也包含你的情绪状态，你是否处在一个自我觉察当中，你目前的能量场是封闭的、耗损的，还是有破口的。这里让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可能会比较容易懂。这就好像同一道食物进入两个不同的身体，它的反应也会完全的不同。比如来说，同一个食物先进入一个高频的身体，而且能量场稳定的时候，食物会被快速的吸收或是释放，它不会去粘着。那么你的振动将保持轻盈、清明，而且是稳定的。但是相反的，如果你的情绪不稳定，身体倦怠，同一个食物将会转化为阻塞源，粘附你的能量场，你会感觉自己越来越浑浊与紧缩。所以说了这么多的重点，就是一个稳定的肉身容器自然可以去转频物质，而一个混乱的肉身容器，即使它接触到了高频的食物，也有可能无法真正的去吸收这个高频食物的光讯。这个公式提供给大家，是想让你成为频率选择与显化的主权者，而不是单靠食物分类，也不是靠灵性圈告诉你应该怎么选择，而是透过你自身的频率状态的清明、主动、负责还有稳平，来创造你想要的显化效果。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物质是中性的，淀粉不是罪，咖啡也不是敌人，它们只是带着一种振动频率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决定这个振动如何在你体内发生的是你的意图，是你吃下那一口时的觉察。同一杯咖啡，一个人是用来麻痹自己的焦虑，而另外一个人却是用来启动清晨的书写能量场，这两种的振动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请不要再用恐惧的语言去批判别人或是自己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也不要对自己产生罪恶感或者是羞愧感。你不是来成为食物的奴隶，你是来成为频率的主人。你可以在每一次进食之前，都轻轻地对食物说：谢谢你成为我的滋养，我允许你在我的体内转化为对我灵魂有益的频率，我只保留对我有用的震动，其余的我温柔释放。这就是雨频，这就是灵性在物质当中的显化。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你按下喜欢以及订阅，我们将一起清明的在灵性道路上前进。如果你想要让更多的灵魂家人听见这样的讯息，
我诚挚地邀请你分享这部影片，也欢迎你留言说说你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愿这一段频率的传递，让你不再因为恐惧而限制你自己，而是因为爱而清明的选择。我是朵娜，我们下周见，拜拜。